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过午觉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作业很烦，嘿，我要去玩哟。窗外天空很蓝，我想要拥有。Life is boring， 日子很难过，你却说什么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请你不要再次嘲笑我。老实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只有我能决定我的未来，不是梦。天下一人，好比崛起。很多选择不是一朝一夕，但是不管到哪里，不同的憧憬，努力了就是美丽的风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。明天考试晚上睡不着觉，眼睛亮晶晶。别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是我的唯一，健康和快乐的排第一。1, 2, 3，考不到好成绩会不会懊悔哭泣？别忘记那是你付出的努力，只要尽力没放弃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过午觉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习惯忘记，则定出。子不学，专记住。昼夜杀机有一方，教无测，应俱当。Daddy，我做完了。有不明白的吗？那好，那你就先去睡觉吧。 Daddy，怎么了？我一回到家就收拾房间、打扫客厅，还折衣服。我可以拿一点点的奖励金吗？奖励金？你的零用钱不够用吗？我想去看 concert， 还差200块，你可以帮我 top up 吗 ？Please。不是说好考好才能去的吗？可是我这次的数学考得很好，你也称赞我进步啦。那科学呢？你们大人真贪心，数学考得好都不够。会考的总积分不单只是数学吧？可是这次的科学真的很难，我有 pass 算不错了，我很多 friends 都 fail。Please, Daddy， Jenny 他们都已经买票了，只剩下我。不行，我说过不行就不行，去睡觉吧。可是 Daddy， 这个是 PSLE 之前最后一个 concert， 你都不让我去。妈咪 ，Daddy 欺负我。怎么啦？ Daddy 不肯给我钱。你需要多少？妈咪给你。不行，他是要拿钱去看演唱会的。你们骗人，说我考好就让我去。我这次的数学和华文都考得很好，英文也考得不错，只是科学太难了。
Levin 的考试压力这么大，应该让他放轻松的。我们都没有限制他用手机的时间，这还不够放轻松吗？妈咪， Levin 乖，听爹地的话，妈咪答应你，你考完试之后呢，我买最好的位置给你 ，OK？ 你这晚餐应该是不吃了吧？不吃了。对不起啊，今天忘了通知你，我有同学聚会。拜托你了，以后如果不回来吃饭就早点说，我不想吃隔夜饭。哦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不说了，太晚了。只是忘了通知你，没必要这么生气吧？我们的家很快就要成为失功能家庭了。怎么会呢？有你在，没问题的。单靠我一个人是不够的，做父母要一条心，尤其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。我只是不想让 Levin 失望，疼爱孩子也有错。你这不叫疼，这叫溺爱。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是会成为孩子的指路灯，而不是有求必应的神灯啊，阿拉丁。我没有有求必应啊。还说没有？要不是我阻止你，你早就已经给他钱了。OK， 我答应你，以后不要那么容易心软。OK？ OK？ 用点力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约了珊珊跟 Melissa 他们见面，想帮他招收更多的学生。他缺学生吗？现在全靠他养家，我担心他可能会有经济上的负担啊。我真的很想帮他，可是刚才好像有点帮到忙。别人的家务事你就少操心，你有时间就多关心自己的女儿。Yes, Daddy. 错手了， Yes, Daddy. 哎，烦死人哎！ Levin， 怎么样？钱拿到了吗？我爹地不让我去。就知道会这样。喵呢，不能陪你了。谁说的？你买了2张，一张你的，一张我的。真的吗？算了，我没钱还你。没关系，我请你去看。你怎么这么有钱？不是我的钱啊，那是谁的？是我托我妈咪的。你怎么可以？不要这么大声。我看我还是不去了。票都买了，你不去，我也会找别人陪我去的。可是，你不是说过，如果错过这次演唱会，你会后悔一辈子吗？现在有机会，你又不去。去就去。阮老师挑战成功。你的奖励，谢谢。轩宁，我有2张 Summer Fairy 的演唱会票，你有兴趣吗？你不是一直反对我们追星，要我们好好读书吗？考 AL1，为什么又给我这个？我是想帮你们圆梦，让你们看完演唱会追了星之后能够专心考试。可是我都不喜欢这个女团。你没有兴趣没关系，我可以把这个奖励送给其他同学。还是你比较喜欢这个奖励？那我给你一个小挑战。没想到怎么开头了。我爸爸在我心目中是个力大无穷的人，不管多重的行李，他都搬得动。他还可以一手把我抱起来。很棒。
就照你的想法写吧。怎么啦？是不是有哪个字不会写？我不知道要写什么。你可以像彤彤一样写爸爸的好，他没有好啊。或者想一想他平时在家都在做什么呢？ He eats and he sleeps。阿嬷每次骂他是大懒猪，他只会做那些臭臭的肥料，还有种菜。你说的很生动啊，就照这样写吧。懒猪怎么写？我写给你看，照这个写吧。这个是一个字，写靠近一点。你爸爸在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子的吗？他每天去 beach， 妈咪说 marine animals 比我们重要。不是这样的，爸爸是为了工作赚钱养家，而且他的工作很有意义啊。也很好玩，可以穿着 diving suit 去很深很深的海里，可以看到漂亮的 coral、sea turtle and waiting sea dragons。你懂很多，他有带你去看过吗？妈咪说我长大以后才可以去看。我想了很久，肯定行，他一定会开心的。一定行啊！说好啊，不能反悔哦。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是不是要我发誓你才肯相信我？发誓倒不用，一言为定就好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有点进屋了。可琳，你不是说李丽在这边等我们吗？她快来啦！哎，Look, he's waving at us。你们猜得出他是谁吗？他穿了
这样，我哪里知道他是谁？ Daddy， 没错啊，真的，真的是 Daddy。快，我帮你们跟他拍照。来，1、2、3，好了，你爸爸是不是很帅？帅 ，Daddy is the best。妈妈，我可以去厕所吗？刚刚不是去过了吗？能不能等一下，我们一块去？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长得很像鸡蛋的水母？有啊有啊，它 body 是黄色的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它叫做 fried egg sea jelly， 中文名呢叫做鸡蛋水母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爱？为什么取那么好笑的名字呀？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它都来 fried egg。Yeah，you are right。其实啊，它们只会在沙漠的时候出现，而且它们都很乖哦。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会排队的，而且排得很长很长很长，像从我们的家到昌邑 Airport 那么远，甚至更远。哦，cool。Daddy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潜水？我想跟鲨鱼游泳。跟鲨鱼游泳，你不怕被鲨鱼吃掉你？就算被鲨鱼吃掉，也是你先被吃掉，你的肉比较多。都让你吃多，你吃你的肉吧。我们可以去找妈咪吗？ Of course， 顺便可以去吃你最喜欢的 fish and chip。OK。叶童，你怎么不吃？他最近吃的比较少。我不喜欢吃这个。哦，是不是食物不合你胃口啊？我们可以点别的。不要挑食啦，你看成跟成的吃的多开心啊！你想吃什么？彤彤，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Uncle 在跟你说话呢。对不起。没事啦，难得我们今天那么开心，不要生气嘛。哎，我们再点一些别的食物吧。啊不，用再点了，不要浪费钱，有什么吃什么。哎，来，这是你们的最爱。耶！早点睡吧，玩了一整天，你也累了。妈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！看到陈乐和他爸爸和好，人也比以前开朗多了，一切都值得。你帮他完成了他的心愿，现在是不是轮到我？你有什么心愿呀？你真的会帮我实现？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，就像从前一样，周末一起出去玩，你也不用工作，每天带我上下学，好吗？你们看哪个颜色比较好？宝宝卡比较好。粉红色也很 nice， 可是这次的 theme 是紫色哎。又是你 ，Daddy， 你快点接吧，不然他会一直打。Hello Daddy， 我在朋友家做 project。不用了，等一下 Jenny 的 Daddy 可以载我回家的，你不要再打来了啦，拜拜。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呀！反正可以看他们的 live， 我一定要 record 下来，每天看10遍。10遍哪里够？要看100遍。第一题，解释被困在图书馆门口在文中的意思。玉纯，你的手机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？没有。没有就把手机收好。好，有哪位同学可以解释？有同学知道答案吗？
Chloe，我刚才发给你的 link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来的？ Summer Fair 的抽奖活动。一定很多人参加，会被选中。如果我们被选中，我们还可以去他们的 meet and greet session， 我们还可以拿到他们的 autograph。去吧。OK。Lavin，Chloe，干嘛？你能不能把演唱会的钱还给我？你不是说要请我看的吗？我妈咪知道我偷她的钱了，要我把钱还给她。她怎么知道的？你一定要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会很惨的。可是我已经用我的零用钱买他们的 merchandise 了。去跟你妈咪要啊！你不是说过你要什么，她都会给你的吗？不可以，万一我爹地知道，我就惨了。那怎么办？还是我去跟你妈咪说？不可以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你一定要快点把钱还给我。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你偷钱？我没有。你还狡辩！我要跟爹地说。不可以，你不要害我。你自己有钱，为什么还要偷我的？我只是要先跟你借，会还你的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跟爹地说。不可以。姐姐，你的脚。我去告诉爹地。你敢告诉爹地，我就跟他说你偷钱，到时候看谁比较惨。我可以借你钱，但是你不可以跟他说。跟上你了，你跑得这么快，可以 join track and field。杰莉学芭蕾，应该去 dance club。哦，你会跳芭蕾啊？听说你跳得很好，你跳给我们看好不好？杰莉，你跳了，我们想看。是咯，跳了。不要怕，我们不会笑你的。好吧。太厉害了 ，Sabrina！ 我也要学，教我。会跳舞什么了不起？连字都不会写，每次听写都不及格。杰莉只是学的比较慢。我以为他是小乌龟，后来才知道他有病。我没有，你乱说。你们不信，可以去看他习字本，每个字都写错，怎么教也不会。杰莉，等等我。叶童，跟我去办公室一下。你当着这么多的同学说成了，他会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有没有撒谎？他就是有病，不会写字。
这不是病，只是一种学习上的障碍。我们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感受。陈乐是你的朋友，你也不想看到他伤心难过吧？老师要你好好跟陈乐道歉。我不要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谁叫你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关心他？妈妈是这样，你娃娃是这样，你也这样。他有爸爸，有哥哥，爱他疼他，还可以学芭蕾。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怎么能这样想啊？你也有妈妈爱你啊。没有，我妈妈被他抢走了。我讨厌他，我恨死他了，恨死他！你好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喂？什么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真的对不起，舒老师。快跟老师道歉。快跟老师说对不起。说啊！不说是吗？那我就打到你说。说！戚女士，你先冷静点，光打孩子是没有用的。这孩子不打不行，快说！还是不说是吧？我就打到你说，快说！好了，别打孩子了，打孩子是不会解决问题的。他不单是不会反省，反而还会造成心理创伤。这是我们学校的 Senior Officer的单。舒老师已经跟我说过叶童的事情，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为他进行心理辅导。孩子，来，跟我走。进来吧，随便参观。你口渴了吗？想喝水吗？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房间啊，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。只要是一进来了，我们就会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脱节。在这里，是绝对不会有人骂你的。真的吗？你看，那里有很多好玩的玩具，随便你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Sandtree， 你可以把它幻想成是你自己的世界，创造你喜欢的场景。放什么都可以。你看，我这里啊，可以让你摆放，这里面有动物，还有小人物。Afternoon。戚女士。老师好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女儿没给您添麻烦吧？都怪我没看好她，害她变得那么坏。其实叶童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女孩。我觉得她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她嫉妒。嫉妒？孩子对父母的占有欲本来就很强，兄弟姐妹之间都会吃醋，更何况是其他小孩。难怪她总是喜欢欺负陈乐，我还以为小孩闹别扭和好就没事了。我想，是我把事情看得太轻了，不应该继续留在他们家。但是，搬出去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。我遇到过有很多有暴力倾向的孩子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被父母忽略，那么为了要得到大人的注意，他们就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
其实叶童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的陪伴，还有你的爱。如果你能够拨出多一点时间，把专注力都放在他身上，那么自然而然的，他对陈乐的敌意就会少很多。对了，就是刚才我跟叶童做的 sampling therapy 啊，它是一种非言语性的心理疗法。那我们可以通过他选择的玩具，还有他摆放的方式，去尝试了解他的内心。那叶童的内心在想什么啊？他选择的小动物全部都是温和的动物，没有攻击性的动物，这就说明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温柔的。还有他分配的食物全部都是一样的，这也就说明他其实是讲求公平的。后来他又摆放了一个小女孩，让所有的小动物都看着这小女孩。他还说这小女孩是老师，他在帮他们上课，要这些小动物都听他的。那个小女孩是她吗？其实小女孩是谁并不重要，在这个沙盘游戏中，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她的下意识选择。你看，她让所有的小动物的目光都朝向小女孩，这也就证明了她其实是非常渴望被关注。Levine， Daddy， 你怎么没有去食堂啊？我早上吃了很多，不饿。看你的样子很累，你昨晚不是很早睡的吗？我每天都有那么多功课，不累才怪。Daddy， 我先去上厕所了。喂，把球 pass 过来嘞。Never mind 啦 ，selfish。没问题，我自己拿 ，OK。博翰，当你感觉自己很生气，你就快点把气球拿出来，然后你幻想你的怒气啊，可以把它全部吹进去，就好像 Mr. Tan 这样子，看着啊。这样子，你试试看。吸一大口气。哇哦，不错哦，你的怒气都吹出来了吗？好，那现在打个结。然后呢，你看，就在这里拧一下，好，你看，就这样，我们把你的怒气啊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狗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教我，我要学。好啊，来，首先呢，这样子拧一下，然后在这边再拧多一下，然后这边再。一哥，哎，今天要不要练习围棋啊？哦，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座谈会，主讲是一个资深的教育学家，有兴趣吗？好啊，我刚好有空，一起去吧。真的？好啊，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个忙吗？有没有谁可以帮忙？啊！哎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还好。哦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现在起不来。怎样可以帮得到你？你们帮我把拐杖拿上车，把轮椅拿下来。行，我扶着，我扶着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好了，小心点，慢点啊。谢谢你们啊！要不是你们，不知道还得等多久。举手之劳，你待会儿要去哪儿？我们可以推你。不用，接下来我自己来可以了啊！谢谢你啊。好。你是不是？我认错人了。刘，赶去先走吧。哦。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好，谢谢你。
刘一格。哎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啊？从讲座开始到现在，你都一直心不在焉。你把我当你学生，默默观察我。不用观察，很明显，好不好？停车场那个人是你认识的，对吗？你已经猜到了。有心事就说嘛，总比闷在心里好。不过，如果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逼你。停车场的那个人是我中学老师。一哥，准备好喽！你来真的啊？当然啦，都说要帮你啊。掌门，算了啦。要是我们把事情闹大，我们不是更惨？什么算了？郑老师这么针对你，你不想给他点教训啊？哎，他在哪里？又不是我一个人没交功课，凭什么只罚我洗厕所？所以我们才要给他点教训。我们丢了就走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拿去，拿去啊！瞄准了，去搞！来呀，快点！他就这样跌断了脊椎，是我害了他的。可是，丢水包的是你的那个同学啊。事情发生之后，第一个逃跑的就是这个同学。他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害我被迫转学。你没有向校方解释吗？解释有什么用？老师根本不相信我。展文的成绩很好，在老师眼里他是品学兼优。这样子的学生，你觉得老师会怀疑他说的话吗？其实现实生活就是这样，他只是提前帮我上了一堂课。那后来呢？我转学之后，我家人对我很失望。我觉得我爸妈都放弃我，老师也把我当成问题学生，我就对号入座。我天天都闹事，不是打架就是翘课。当时我觉得只有这样做，我心里才会好受一点。这就是报复心理，觉得这么做会伤害别人，但是实际上伤害了自己。幸好之后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刘一格，刘一格，怎么又不来上课了？马上就要 prelims 了，再不努力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你管好其他人，确保他们拿 A 就好了。我一个人拉低不了学校总成绩的。每个学生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。你是聪明的，只要肯努力读书，你的成绩一定会进步的。是不是我拿了 A1，在你们眼里我才不是垃圾？你现在躲在这里，连垃圾都不如，根本就是废物。既然你要做垃圾，就做最好的垃圾。最好的垃圾还不是垃圾？
垃圾是应该被丢掉的。垃圾只要被正确使用循环，就能变成有用的资源。连垃圾都有它独有的价值，你一定也有。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人可以瞧不起谁。你要别人尊重你，你就应该努力争取，让大家看到你的努力。多几个月就是 O level 了，我现在努力还跟得上吗？从明天开始，下课后你来我的办公室，我帮你补习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幸好你遇到了他，要不然到现在你还是睡在树底下。虽然我那次考得还算不错，不过其实我还是蛮自卑的，自我价值感很低。那是什么改变了你？一个女孩子，女朋友？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有一天傍晚，我从兵营出来，听到。他还特地写信到兵营感谢我，我的 officer 当众表扬我。经过这件事之后呢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被认可的，也越来越有自信。那你应该好好的谢谢那位女生。没有她的联络方式。信上没有署名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故事挺好的，可以用来激励那些跟你一样迷茫的学生。有没有考虑过要出一本书啊？写书，我认真考虑一下。嗯。反正经历了那么多，我学会一个道理：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点上。不过我还是认为，只要肯努力，最终还是会成功的。你错了，我就是输在起跑点上。我成绩不好就被老师针对，被学校唾弃，害我这辈子都要接受不公平的待遇。所以你就一直督促远洋，希望他成绩考得好，也希望他样样精通。我不想他跟我一样。但是你不能够把你的观点强加在孩子的身上，毕竟现在的教育理念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还是一样的。这个世界不是看成绩，就是看家庭背景。如果你没有家庭背景，你就要加倍努力。大家是朋友，我希望你能够听我一句话。你这样子教育孩子，对远洋是不公平的。他不应该承担你的痛苦。你应该打开心结，放下过去，这对你、对远洋都有好处。相信我，成绩不是一切，它更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。不管我有没有放下，成绩好的小孩是不会吃亏的。我绝对不会让远洋跟我过一样的生活。这是我向往到达的地方，这是我最初的梦想。我不管前方有多么艰难，没磨练怎么看到阳光？虽然需要漫长的时光，一步一步跨着山，难免会受伤，难免会失望，我坚持努力向前闯，追逐我的梦想，相信我的